赵丽颖、赵德胤越爬越有。粉丝早已知晓，男方太吻合赵丽颖择偶观。85花赵丽颖一直是娱乐圈公认的拼命三娘，但近日她一张约会照曝光后，却被曝出和导演赵德胤的绯闻，甚至有传闻称两人已经隐婚。近日，赵丽颖和赵德胤在某咖啡馆聚会被拍，偶遇者称两人并非是谈工作，绯闻随即发酵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这个咖啡馆就在赵丽颖家附近。赵丽颖为了方便照顾孩子，所以常住在上海。网友进一步推测，赵德胤知晓赵丽颖的住处，足见两人关系颇为亲密。赵丽颖和赵德胤合作了电影《乔妍的心事》，去年年底两人多次出席首映礼和各大电影节活动，男方对赵丽颖也是各种照顾。两人去参加新加坡电影节，上电梯时赵德胤还被指一步三回头照顾赵丽颖，如今该网友也被指是预言家。首映礼上，赵德胤给赵丽颖拿着话筒，一脸笑意地盯着赵丽颖。有时候两人位置摆得比较远，也会默契地相视一笑。有粉丝一期互动看下来，表示看得出来导演很喜欢赵丽颖。赵德胤确实多次表达过赵丽颖的欣赏，曾表示赵丽颖是很有天赋的演员，在《乔妍的心事》的表现很有机，就连吵架都让他很喜欢，也很惊讶。事实上，只要提及这部电影，赵德胤便对赵丽颖赞不绝口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这不过两人只不过是优秀电影从业者之间的惺惺相惜。赵德胤曾多次斩获优秀导演奖，赵丽颖则多次摘下视后桂冠，双方是优等生之间的欣赏罢了。不过网友又发现赵德胤很符合赵丽颖的择偶观。金星曾在综艺问及赵丽颖找男友的标准，问若只能选择一个特质的话是什么？赵丽颖不假思索后表示，男人要有承担有责任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而恰好赵德胤便是一位有责任的人。赵德胤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，他15岁就借钱办护照出国，拿着200美金离开了缅甸家乡。赵德胤称当时身上有很大的压力，每天忙着生活，他要养家糊口，要把赚到的钱寄回家，还因此被好友调侃是赏金猎人。15岁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，很难不说赵德胤是一位有责任和担当的人。赵丽颖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，也回应过会为哪种类型的男人心动。除了再一次强调对方要勇于承担责任外，还透露喜欢自己的男版。恰好赵德胤和赵丽颖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两人儿时家境都很一般。赵丽颖因为家境一般，只读了中专，常被吐槽是学历低的农村妹。赵德胤同样不是科班出身，曾表示的看导演们的访问和演讲，推敲并学习，现在还在摸索中。不得不说，赵德胤和赵丽颖确实有太多的相通之处。不过一圈爬下来，会发现两人的优秀程度、丰盈的内心世界带来的吸引力，远比他们的绯闻要精彩。或许这些所谓的绯闻不过是捕风捉影的猜测。在娱乐圈，艺人的一举一动常被过度解读，与其执着于不实传闻，不如期待赵丽颖与赵德胤未来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，用实力说话才是真章。别被绯闻模糊了焦点，请多看看赵丽颖的坚持与选择。在这个一张咖啡馆照片就能点燃整个娱乐新闻版面的时代，我们总是太容易被表象吸引。赵丽颖和赵德胤的名字最近频繁出现在各种标题中，但作为一个多年关注赵丽颖的影迷，我想说，我们是否应该停一停，看看这些背后的真正价值？赵丽颖从来不是靠绯闻体制走红的人，她是那个从农村走出来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镀金学历，靠一部部戏一点点闯出来的女演员。她的努力是我们看在眼里的，从花千骨楚乔传到如今转型现实题材，挑战更深层人物情感的乔妍的心事，她从未停下学习与成长的脚步。和导演赵德胤的合作，正是她演艺生涯里极有意义的一环，而非八卦谈资。如果要说心动，我相信赵丽颖动心的从来不是头条的热度，
而是角色的深度，是创作的真诚，是在电影中找到了属于演员最原始的使命感。从赵德胤的作品气质和采访言论中不难看出，他是一个对创作极度严肃、敬畏电影的人。而赵丽颖在这样的氛围下所释放出的表演潜力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远超古偶剧女主的赵丽颖。是的，她们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都出身普通，都靠自己打拼。一个15岁被井离乡养家糊口，一个被称为中专逆袭第一人，一个不断自学摸索电影语言，一个不断突破自我拓宽角色边界。这样的经历和性格契合，与其说是八卦，不如说是彼此欣赏的底气，是对生命轨迹相通的共鸣。其实不只是赵丽颖，很多在这个行业认真耕耘的演员，都或多或少被绯闻困扰。我们总说女演员不易，那就更应该在面对每一条不确定的新闻时，选择理性和尊重。赵丽颖用了10多年时间，才从农村中专女孩走到出品人、影后的位置，她值得更多掌声，也值得更多耐心。所以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下次再看到这样的新闻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一句：我们到底是更希望赵丽颖成为一个流量花瓶，还是希望她成为中国电影的实力派中坚？我更期待的是赵丽颖和赵德胤继续合作更多有厚度、有情感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。他们的联手不应止于话题，更该在大银幕上留下沉淀。别让八卦蒙住了眼睛，真正该追的是赵丽颖这些年一步步踏实走出的艺术之路。上城市和赵丽颖让咱见识非遗有多美啦！在璀璨的星空中，时尚与传统交相辉映，顶尖女星赵丽颖再次展现了惊艳的时尚品味，携手上城市杂志，将来自福建客家的古老韵味3条簪闪耀登场，瞬间点燃了娱乐圈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热情。3年前，赵丽颖在一场活动中以巡捕女簪花的造型领人惊艳，宛如从海边步出的春日精灵，瞬间让这一小众非遗文化在网络上走红，成为时尚界的新宠。而如今，她通过3条簪的造型再次回归，如同时空的使者，将福建客家女性的坚韧与浪漫娓娓道来。那3根斜以乌发的红簪，仿佛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这组造型表现的不仅是顶流与匠心的简单结合，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探索和致敬的典范。每一支3条簪都有其独特的意义，它们不仅是装饰，更是客家女性为国、为家、为己精神的象征。赵丽颖凭借独特魅力，完美演绎了这古老的发饰文化，让久远的岁月在镜头前重新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消息传出，社交媒体上立刻引发热烈讨论，粉丝们纷纷称赞赵丽颖变幻多端的造型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厚尊重。许多网友表示，通过赵丽颖的演绎，首次领略到3条簪这一独特的非遗文化，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与无尽魅力。时尚界人士则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潮流，认为3条簪将成为未来古装剧妆造的新灵感，为影视作品增添更浓厚的文化韵味。文化学者赞赏赵丽颖的举动，为非遗文化传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，使更多人关注那些即将消逝的美丽传统，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从巡捕女簪花再到3条簪，赵丽颖用她的影响力如同一座桥梁，连接过去与未来，让古老的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生。她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同时让更多人意识到，保护与传承非遗文化是每位文化传承者的使命与责任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让我们跟随赵丽颖的步伐，慢下脚步，去感受那些深藏于岁月深处的文化瑰宝，让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。因为每一次对传统的回首，都是对未来的期盼，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。在浮躁的娱乐圈，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去凝视一段古老的文化，更少有人能用时尚的语言唤醒我们心中对传统这2个字的敬意。
而赵丽颖做到了，不仅做到了，而且做得格外动人。从巡捕女簪花造型到这次的3条簪，赵丽颖不是在尝试传统，而是在用心走进传统。每一次她的亮相，都是一次静美又有力的文化呈现，不是博眼球的摆拍，也不是浮于表面的致敬，而是她身体力行的去理解、去消化、去演绎。她仿佛在说，这些非遗不只是历史里的图案，它们属于今天，也属于未来。双引号，这次与上城市合作，不只是一次杂志大片那么简单。在赵丽颖的演绎下，我们看到了3条簪不仅是发饰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，一种女性精神的具象表达。为国、为家、为己，这不正是现代女性依然在坚守的信念吗？赵丽颖用她温婉却坚毅的气质，将这些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悄然植入当下的潮流语境中，令人惊艳，也令人动容。有人说她是顶流，有人说她是拼命三娘，可在我心中，她更像是一位跨越时间河流的文化使者。不是靠话题，而是靠作品与态度；不是靠流量，而是靠影响力。我们曾经担心非遗会在喧嚣的时代中被淹没，但赵丽颖却让我们看见，只要愿意认真对待，她依然可以动人，可以时尚，可以走进千家万户的眼中与心中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她不是浮光掠影的借用传统元素，而是真正让这些文化在现代场域中找到了呼吸的空间。当她以3条簪的造型出现在镜头前，不只是摄影棚的一道美丽风景，更是一种文化的唤醒。原来，我们的传统可以这么美，这么有态度。这份用心不该被忽略，更不该被视作偶然为之。赵丽颖在多年的演艺路上，不仅在表演上精进，也在文化表达上不断突破。她是为角色而生的演员，也是在为时代留下痕迹的艺人。非遗文化的传播需要的不是说教，而是像她这样的人，把美和意义结合，把传统包装成一种可以感知、可以喜爱的现代语汇。所以，作为观众，我真心想说一句：谢谢赵丽颖，谢谢你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美不是从别处借来的光，而是我们本就拥有的根。而我们也该在追剧、看图、点赞的同时，开始认真思考，我们是否也能像她一样，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传统文化留一个位置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